然后我就发现了联合国到底有多少困难和问题所以我就说 OK， 那我之后可以去当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就是我的梦想。我们今天在一个非常美丽的精灵小镇，在它的名字叫 Albero Bello， 然后中文名字叫阿尔贝罗贝洛。对，这个其实你从意大利语翻译成中文就是美丽的树的意思。美丽的树。对。昨天其实我想问你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你学那么多年的中文对你有什么影响？怎么讲，就很个人的一个层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多学一门语言确实能够丰富你对一个世界的认知。就比如说我刚跟你接触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说，哎，这个人中文讲得很好，他就是说我觉得在你的身上会完全有多一面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你在讲中文的时候，或者你在讲意大利语的时候，或者我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了，是很多不同的人格。那你这个人这个人本身你的身上就会更加丰富一点，然后也会让人觉得你对世界有更多一层的了解。对。其实我小时候我的梦想是我要每5年学一门新的5门语言，5种语言。等会儿，每5年要学到，就是过了这5年我要学到新的5种语言。就每年学一种。基本上对。但是5年之内就把这五种语言就学完了，就学会了。哦，对，就是那就是说，那这5年之后呢，再5年就又是5种，再5年又是5种。那你活到100岁的时候，你学多少门语言？全世界所有的语言，这是我小时候的梦想。然后 of course 我没有做到。我觉得你太配合了，我都还没有问你的梦想是什么，已经告诉我了。Okay. 不知道，可能可以说现在可能可以改变到10年学3种吧，就是一个更加容易实现的一个梦想。接下来想学什么语言？就是我现在说的，我现在之前这几年我学英语、中文、法语，我之前还学了西班牙语，虽然我觉得我现在说的不是特别好了，但是基本上现在可以说我会说5种语言，然后剩下的时间我想可能下一种语言我想学韩语，对，或者说俄语就是俄罗斯语然后阿拉伯语这些。OK， 加油，看好你。那我觉得太难了，但是就是我只是想说这是我之前的梦想。因为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因为我觉得我之前就说我之后我长大了，我想要跟世界的每个人就是用他们的语言来接触，来跟他们沟通。对 of course 就肯定我觉得现在就是这只是一个小孩子的梦想，但是对。那你现在的梦想又是什么呢？旅游，不工作。我开玩笑呢。现在的梦想，我其实现在很难说我有什么梦想。我觉得我现在有很多梦想，也没有梦想。就是怎么说吧，我觉得最近几年我在发现很多不同的事情，我就爱上了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具体什么是我的梦想，我觉得我可能现在不太知道。怎么说吧，我觉得它一直在变。就是我发现最近几年你认识不同的人，你经历不同的东西，你去不同的地方，你就会还是会不断的被影响到，然后你的梦想一直在变。我觉得我是这样子的。对。那你说一个大概的吧，就是虽然一直在变，但你觉得现在有一个往某一个方向去靠吗？觉得有一个方向是你想要去追求的。我明白。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前2-3年的一个梦想。我想去当那个什么那个什么联合国的那个 Secretary General。 那个联合国秘书长。就是对，我觉得我现在的梦想是联合国，然后为这个世界的和平
对呀，我想说这个，但我觉得可能有点太说出来其实有点不好意思。对啊，说的都不敢说了，为这个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对，做出贡献。哎，我觉得好有意思，因为怎么讲吧，我觉得我可能最近采访几个人，因为都是一起有相似的教育背景啊，然后就大家说着都不免的总是说到联合国这个东西。但其实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经常对它有很多诟病，就是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它有很多问题。但是当我真的去问每个人的梦想，说你的梦想是什么，他们好像最后还是会回到这个，最终我发现的是联合国在大家心目中还是有光环的。对，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喜欢联合国的这个概念，就是它代表的一个概念是大家喜欢的，然后联合国这个机关这个 institution 肯定有特别多问题。然后其实我之前想要去当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就是因为我最近几年我在学国际关系，这是我的专业，然后我就发现了联合国到底有多少困难和问题。所以我就说 OK， 那我之后可以去当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就是我的梦想。然后我说对这个世界和平的贡献，就是这个就是最终的目的。对，那你最近几年在做什么？你有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吗？我有努力，但是它是不是正确的方向，我真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最近一年我先讲一下我的这个经历，我读完高中之后的这个故事，因为我们上一次就在聊我在高中学中文，然后我高中毕业了，我上了大学，我去意大利的都灵，是北部的一个城市，在那学国际关系吧，算是，然后从那边就到了瑞士日内瓦。也是学国际事务、国际发展，对，然后就是读完这个研究生，我是去年9月份毕业的，然后我最近一年开始工作了，是在日内瓦，我先在日内瓦的一个公司，你先去了联合国。对，其实我已经都不再算了。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在联合国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在这个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的这个话题这个部门工作。然后我当时觉得，虽然这个我非常的感兴趣，然后觉得这个是我未来想做的事情，但是我确实就是怎么说 first hand， 我就看到了联合国的这些困难，就每个人在说这些困难，这些问题是什么？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你帮我翻译一下 bureaucracy 的问题，官僚体系的问题。对，然后想做什么就很难做，不是那种像私立公司你想做什么项目就可以做的。这个因为都是就有很多国家政治。这个组织它不是 independent，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可以自负盈亏的组织。对，所以说我们就是在那几个月工作之内也做不到什么，你真正的可以看到它的贡献，可以看到它的价值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点 frustrating， 还是有一点就是让我稍微有一点点失望吧。我就说我对这个个人的这个学习这个发展可能还是想先在一个比较dynamic， 一个比较快节奏的，然后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一个环境里面工作。所以我就从联合国出来，然后毕业了嘛，然后我就去了一个私立公司，在那儿做他们的这个 sustainability 这个环保战略这个部门，我在他们这个环保战略的部门工作。私立公司是一个怎样的公司？他那个是做luxury 品牌，就是奢侈品奢侈品，对，我觉得大家都认识，它叫黑石梦，有什么万宝龙，对，万宝龙是里面是里面的一个牌子。黑石梦它的中文名叫利丰集团，好像。OK，它是 LVMH， 就是
的一个，对，就是 LVMH 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集团，然后这个利丰集团 Richemont 就是世界上第2大的这个奢侈品集团。对，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大牌，像瑞士手表啊、珠宝啊，大部分都是里面的。然后他们也最近开始对环保有这种关注和一个就是开始怎么说，就是开始往这个方向走，就是让自己的这些 products 变得更加 sustainable。哎呀，我这个 English 又出来了。让他们的产品变得更加可持续。可持续，我就不知道你这样说起来有点怪怪的，但是对，然后我觉得那边我就学到了很多东西，学会了法语，然后也是就是我决定了，我是真的想要往这个环保的方向走，然后就是我的工作是想要去做一些跟这个领域相关的东西，然后未来这个就可以，就是我现在的计划是我先在这种公司或者这种就更加我刚才说的就是快节奏的这种地方研究或者说就是做一些跟环保相关的东西，然后未来可能10年之后就回到联合国，然后我有这个 expertise， 我有这个这个怎么说，这个专业有这个这个专业知识，对，有这个专业知识，我就可以回到联合国的这个环保的这个部门。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呢？我现在我已经不在那个公司了，我后面我就拿到了一个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份工作，然后我就调到那儿了。这个世界经济论坛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它，就是每年会组织那个达沃斯，在瑞士的那个大 summit 那个大活动，然后其实他们除了这个还有很多的活动，然后今年6月份刚刚在中国天津举办了夏季达沃斯。对。他们每年在中国会有这种活动，虽然最近几年因为疫情，因为新冠疫情就没有办的，但是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都想去的一个组织，然后我觉得怎么说吧，它就是一个，就我之前在联合国就看到这个全 public 全就是不是私立的一个组织，这个你帮我一下。我也很难说，这个就是联合国它是一个完全为公的。什么叫为公呢？就是它是一个没有一个私营性质的，没有任何私营性质的一个组织。然后在那个Richemont 利丰集团，那它又是完全一个为了盈利而存在的一个组织。对。然后在世界经济论坛，它是一个所谓的公私合作，不是就是公共的公，私立的私，就是公共企业组织和这些私营机构他们在一起合作，对，然后一起为了世界更好的发展而努力的一个地方。对，谢谢。他们就是希望因为联合国看的都是国家的这个，比如说要是你看环保都是帮助国家政府对这个环保付出努力，然后有贡献啊什么的，或者说你看这个国际安全，比如说战争这些就是各个方面的都是跟国家接触的。然后我现在在的这个组织，它最多的是在帮助私立公司来就是在这种领域有一个发展 impact， 有一些影响，对，一个积极的，对，就相当于它是一个俱乐部吧。他说自己是一个，其实我觉得我理解它是一个商业俱乐部，但是它就是把这些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企业公司把它聚集在一起，让他们一起去创造一些更加积极的影响。对，然后一起想出对世界最大的挑战的一些解决方案。对，想出一些面临这些挑战的方案。其实我就是听了你的自我介绍之后，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但是我们由于时间的限制，今天可能就问最后一个问题吧，然后我们到下一个地方可以继续聊。我想问的是，其实我昨天介绍你的时候，我说这是我的文科生男朋友，是我的
是我的100个文科生朋友这个系列里面的一个特殊的存在。我觉得你这样说就是有一点奇怪，我也没有100个文科生男朋友，就我一OK 再来OK 这我anyway 我介绍你说你是文科生，但其实你刚刚说你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是学理科的，然后你到了大学之后可能选的是比较文科类的专业，那你自己是怎么定义自己的这个背景的呢？你觉得其实我很想探讨一下，就是这个在意大利或者是 in general 在欧洲的这个教育体系里面，你高中的文理分科会怎么样影响你大学的，或者是你以后的职业选择？好问题。我觉得吧，一部分是我个人的一些可以说个人的感受嘛，就是我自己一直觉得我对文科的这些专业我就更加感兴趣，然后也是就是我家里也没有一个，就你知道很多时候可能家庭里面很多学过理科的家长都希望他们的孩子就可以继续学理科，就比如说这个不是中国特色，全世界都一样的，对，全世界都一样的。我的话，我爸妈都是警察，就是他们没有任何的这种要求吧，就是他们没有这种 expectation，然后其实可能更加喜欢这种就是跟国家有关系的，跟政府有关系的这些东西。然后除了我家庭的影响和我个人的这个想法，肯定还是学校会有影响的。然后我觉得学校因为我觉得其实中国和意大利的教育在很多方面是非常的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些还是相同的，比如说你会学很多不同的东西，就是他们会保证你对理科和文科有一定的一个知识吧，有一个了解，才去选你的这个大学的专业。怎么说吧，就是比如说你在意大利，你学理科，你还是会学一些文科的东西，你学文科还是会学一些理科的东西，只是说理科的这些它的主要的关注的点是在理科，对，可能会多一点。这个其实跟中国不太一样，中国就是你文科其实虽然说理论上你还是要去涉猎一些理科的选修课，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实际上啊，就是你为了高考，你其实没有再去关注那可能非高考科目里面的东西。所以你的意思说，你这个文科理科他们的分开其实没有那么的界限，没有那么的对，然后你学理科也只是为了学中文。对，其实我读完了初中，我初中毕业，我要选这个理科文科，就是我要选我的高中，然后我也没有想太多，我只是知道我的数学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就说我可能不想学理科，然后因为这个中文只能上一个理科高中才能学到这个中文，然后我对中文很感兴趣，虽然我也不能说很感兴趣，就是很好奇，我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中文是怎么样的一种语言。然后我只是好奇，然后我就说 OK， 那算了，还是理科吧。但是我觉得上了高中之后，我看我的在学文科的朋友，我觉得差不多，就是学习的内容是差不多，对，只不过他们不学中文。对，那肯定不一样。Okay. 但是我在理科也是会学什么就是文学，然后很多就比如说拉丁语这些是在文科高中会学的东西，但是我们还是会学的。这个你在高中学理科还是文科，这个对你的大学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我们这边很不一样的，你不是说你的高考会决定你可以上什么大学，我们也有一个考试，就是高考吧，就是你为了高中毕业，你要过这个考试，然后它是一个很大的考试，然后高中是5年嘛，你就会考这5年之内学到的东西，但是肯定是高5是就是主要的关注。Anyways，然后你考了之后，你要去考具体，就比如说你具体想上什么大学，你要去考那个大学的考试，就是你会各个考，所以你可能高考
结束之后，你那个夏天你那年还是要考特别多的试，特别多的试。哦，对，你想去哪个大学，你就要考那个大学的考试。天呐，对，然后你及格，你就可以进入那个大学，是这样子的。然后要看这个大学有多好，就是要是这个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那种，就很高级的，然后那个考试也会很难。但是有一些大学可能就是水平没那么高，然后那个考试也比较简单，就很容易进去的。OK， 好的，有意思。那其实我们还有好多东西没有聊，我觉得我们明天可以继续。我们今天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很可爱的，这个真的我觉得美丽到不真实的一个精灵小镇，这里所有的房子都长得像这样，像蘑菇的形状，非常的可爱。然后你觉得像蘑菇？你觉得像什么？不知道，我觉得像一个 cone， 像一个 cone 是什么？怎么说 cone？ 就是一个雪糕筒。对。哦。OK， 是一个倒过来的雪糕筒。哎，好，然后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我们明天到一个新的地方再见。好，拜拜。好难说这些，用中文说这些好难。全家人一起吃饭，然后很多人就开始问我特别多问题啊，你为什么要吃素啊？人是吃肉的啊，不吃肉对身体不健康。然后我妈就说，费国不吃肉是为了保护这个世界还是什么，他就很 proud。